新竹这个地方，民进党的恶劣是加倍的。大罢免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，因为它是无差别罢免，它不仅要罢市长，也要罢立委，它没收了所有新竹人的民主权利，派人来接管新竹市。赖总统台面上在讲团结，台面下在做大罢免。新竹市是没有罢团的，直接是老柯是民进党站到第一线，晋级可能造谣生事，为了要把政权跟高虹安拉下来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们都希望台湾的民主是一直的往前，政治是安定的，社会是祥和的，以及我们的经济是发展的。选举罢免、创制复决是民众的权利，但是世界先进民主国家，他们不随便用罢免，因为罢免如果用不好，很容易变成报复斗争的工具。现在的台湾很多的立委，他们都非常的优秀，高虹安市长也是学经历优秀，能力非常好的。那为什么现在台湾有这样的大罢免？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民众对于过去8年民进党的执政，大家可能有很多的不满，所以在去年的1月13号，60%的民意，大家选择了让立法院在野党是多数的，好好的来监督制衡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的执政党过惯了8年，没有人监督，预算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为所欲为。过去罢免还没有形成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对立法院、我们的执政行政院各部会，不管他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监督着他，不能让他螺丝松掉。大家感受很深的，诈骗越来越多，社宅盖的进度越来越慢，教育的很多的问题资源一直没有到位，交通很多该改善的怎么也是进度缓慢，我们的医疗很多急诊室的医生离职潮，还有很多急诊室大爆满，很多的问题要解决，但是我们的政府螺丝松掉了，他又不希望被监督，所以他们发动罢免，非常的没有道理。因为所有罢免的理由很多都是造谣、谎言，还有断章取义，全部都在欺骗。我们要一起的站出来反罢免，而且我们要用理性智慧会判断周围很多的人。因为现在的媒体他们说蓝白乱删预算，说我们绝对没有乱删预算，因为当用则用，当审则审。今天如果该用在我们民众身上的，他编的不够，我们还要叫他多编，但是他浪费的、用的不当的，或是绩效不彰的，我们必须删减甚至冻结。他都造谣是我们乱删预算，民众所有的需求我们都没有删，蓝白的立委没有那么傻，民众要用到的教育、交通、医疗、福利我们都没有删。我们最重要726站出来，台湾才有未来，台湾要进步，罢免就投不同意罢免。这一场新竹的罢免根本就是一个完全的政治斗争，还有夺权的操作。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民主国家成熟的制度，他们其实没有罢免，因为他们相信民主选举所选出来的首长、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是有民意的基础，少数人服从多数人，选完大家就稳定的将他的任期做完，而不是选输了就来冰斗，选输了就来发起罢免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民进党发起这次的罢免就是一个政治的操作。这一次的罢免选举花掉我们新竹市民3000多万的市民公帑，这是由我们新竹市民的口袋掏出来的钱。其实看到3000多万要花在市长的罢免案上，其实大家都很舍不得。因为可以用在我们孩子的营养午餐，可以用在我们长辈们的日照中心，可以用在大家的疫苗补助，也可以用造桥铺。但是民进党选择用这一次的罢免，让3000万就花在他们希望的夺权的操作之下。如果今天新竹市长的罢免案一旦被他们少数人侥幸得逞的通过了，很抱歉，新竹市长将不是由我们新竹市民选出来的，将是由民进党执政的中央直接指派一个不是你选出来的市长。我们的委员们在立法院将新的制度选罢法修好之后，新制上路。但是偏偏民进党的柯建铭总召，他就是要赶在这个新制上路之前，急急忙忙的推动大罢免。他怕新制上路之后，更完善的罢免制度让他的罢免没办法如他所愿。可是
今天急急忙忙所推出来的罢免，把市长罢免掉之后，民进党执政中央直接派一个人来，那不代表说就是民进党执政新竹市，同时选不上就冰斗，同时柯建铭总召可以重新主导新竹市政，我们帮新竹市还债还了45亿的这个市民的负债，让我们新竹市不要再成为一个债台高筑的市政府。同时，我们推动了全新竹市国中小班班有大屏，也创立了新竹市第1所的数位实验高中。再来是，我们也做了长辈的敬老卡的升级，同时我们也帮长辈做到了1学区1日照中心，我们也做到了交通的改善。我们开辟了很多条新的道路，让用路人可以有更多分流的选择。我们也做了提升大众运输，全新的10台电动公车，在我们新竹市从市区到火车站，到我们的这个高铁站，中间还经过了园区和阳明交大。这些所有的改变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。而且不只是我们有在很多的民调当中有显现出来，客观的数据有提升，我们也在国际的评比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。我们在英国研究院2025年全球的城市指数当中，我们得到了排名的201名，这个成绩是全国的第2名，非6都城市的第1名。我们在另外一个英国的研究当中，我们也获得了全球幸福城市指数的第75名，这个成绩一样是全国第2，非6都是第1名。这些评比代表的是新竹市正在改变，正在变好，而且全球都看得到。同时，我们在文化还有设计创新这个部分，洪安上任2年多来，已经获得了23座的国外大奖，包含了美国的缪斯设计奖、英国伦敦设计奖，还有法国设计奖等等。这一些代表的是国际给予我们新竹市的肯定。我们的施政成绩摆在这里，请问大家，这么认真施政的市府团队应该要被罢免吗？我们好的施政，却因为这些政治斗争，每天用这些铺天盖地的看板，把大家的新竹市写得如此的不堪。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，我们绝对不能等闲视之，真的不能掉以轻心。罢免的一方虽然在民调当中都是属于少数的那个族群，可是他们非常坚定他们要出来投票的意愿，他们一票拉一票，他们有组织，他们有媒体，他们有看板的力量，他们有仇恨，有对立，他们用这些的力量去巩固投票率，可以高达8-9成之多。但是我们反罢免方虽然不赞成罢免是多数，可是我们的投票率真的还不够高。市长被罢免，等于没收了我们新竹市民的选择。市长被罢免，变成民进党直接指派一个人来当新竹市长。市长如果被罢免，市政可能会建设中断，政策没办法延续，请他们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。这一次我们绝对要把新竹把它守下来，把安定新竹这4个字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不要今年罢免完，结果不小心让他们侥幸得逞过关，结果今年选举，明年又要选举，市政团队要一直换，市政的政策没办法延续，这是对我们新竹市民最惨的一件事情。现在随着7月26号越来越逼近，选情会越来越紧绷，民进党够傲波波出大罢免，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，因为它是无差别罢免。但在新竹这个地方，民进党的恶劣是加倍的，它不仅要罢市长，也要罢立委。新竹呢，这个小小地方，一个封城是一个非常和谐、快乐，也是台湾收入也是最高的地方之一。结果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来霸凌大家。第一件事情，他没收了所有新竹人的民主权利，他就想派人来现场接管新竹市。可以看到现在明明应该团结台湾，总统应该做这个努力，结果他的团结10讲，第1讲猛犸象啊，说猛犸象代表台独啦，因为他不敢讲台独，因为他那讲台独的话，川普就给他供卡称。最近川普对台湾不太好，凶狠。第2讲杂质啊，一共要透过民主的锻炼，把杂质给代谢排泄出去，给吹出去。96%的人，其余人口除了原住民朋友之外，60%的人是杂质，自己是少数。杂质就是大男人沙文主义，只要是反对我的人都是杂质，赖黄心态。所以谁才是杂质？
是赖清德是杂质，对不对？民进党是杂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坚决对抗民进党这个暴行暴政。今天在新竹，高虹安做得很烂吗？不是，他做得太好了，因为他不小心挖了新竹的大秘宝，他不小心一脚踹开了民进党肮脏腐败的那个假面具，不小心把民进党新竹大车站的大秘密给抓了出来，花了这么多的钱，我对他们感到很抱歉。在第一时间阻止滥权枉法的赖清德，他还敢呛我们是猛犸象，还敢酸我们是其余人，说我们是杂质，要怎么让赖清德丢脸？让我们让赖清德我来刷看，好好反省，就是要保住最优质的立委。我们来欢迎郑正成立委。其实像新竹市立委被罢，市长也被罢，别的县市都没有这个事情。因为柯建铭在新竹市，他觉得新竹市是他的地盘，是他的痉挛，是他能够予取予求的地方，他怎么能够让别人进到新竹市里来为新竹市民奋斗？他看不下去。赖总统讲了团结时，台面上在讲团结，台面下在做大罢免。新竹市的罢团其实就是老柯周边的人，所以新竹市是没有罢团的，直接是老柯是民进党站到第一线来，是因为老柯在新竹这边晋级可能造谣生事，就为了要把郑前跟高虹安把他拉下来。去年我们也在这边拜托了大家，立法委员选举本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，4年选一次的，没有想到1年过之后马上就要再选，2月1号就职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在筹划大罢免这件事情。刚开始他们还假装在演，说是罢免团体、公民团体的动作，后来老柯直接受访，直接说就是他在操作的，他完全不演，也不需要演，这就是现在的民进党。老柯讲说，只要立法院的席次改变了之后，一切都会改变，统筹分配税款会被没收，我们劳工的5天放假也会被没收，所有我们推过的法，他们都要把它一一的一个推翻，把它没收回来。这就是他们大罢免的真正的意义，在做所有的政治动员，在做所有的斗争，这个就是民进党。我们跟老柯建铭说不，我们跟赖清德说不，不是他们能够予取予求，他们想怎么样子，所有的人都要跟着他。40%的人不能够决定60%的人是杂质，这个是不对的事情。我们这一次的反罢免、2罢退散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它为我们坚持住台湾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民主，不能够被民进党直接把它没收掉。